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葵叔的频道。你有没有在其他 YouTuber 的视频里见过那种时间轴，把视频分成了不同的段落？是不是心里想着这是咋搞出来的？还有，这么干有啥好处呢？今天我就给你们来个料，教你们怎么给 YouTube 视频加上视频章节，还有，告诉你们什么类型的视频适合搞这一套。开启你的小铃铛，以免错过不一样的内容。首先，加章节能让观众快速找到想要的信息。再说，如果你的视频没加章节，可能观众一看前2分钟无聊就溜了，但你加了章节，观众就能跳过已知的内容，直接看新鲜货。你可能会担心，观众得到想要的信息就溜了，续看率不香吧？我用了一段时间章节功能，发现续看率还涨了。是的，观众可能拿到目标信息就走了，但因为你把视频分段了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重点，觉得还挺有意思，就继续看了。所以这个功能特别适合较长类视频，或者你视频里有多个重点，分章节让观众快速找到他们要的东西。就这样加个章节，嗖嗖的吸引观众，提高续看率，一举多得啊！在许多视频里，特别是解说向的视频，一个清晰的时间轴可以带给观众许多的方便。但是呢，我查阅了一些制作时间轴的方法，感觉还是有些繁琐，要么就是自由度不高。那么有没有适合小白的方法呢？通过观察分析，一个时间轴等于一个空心的框架，加一个匀速前进的进度条。因此我找到了一个比较简单做时间轴的方法，熟练后只需要10分钟，而且自由度比较高。这个方法分3步：1制作框架，2清除背景，3制作动态的移动条。那么首先第1步制作框架。不需要很复杂的步骤，只需要能够制作图表的软件就可以。最有用的是 PowerPoint。那么我们首先在插入里找到图表，选择柱状图中100%的那一个，新建图表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另外3根柱子删掉，只留下第1根柱子。数据表中就对应着柱子里的一个部分。接下来多余的信息清除掉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填入数据了。比如我的视频第1个部分是39秒，那么就在第1列填上39。第2部分是127秒，第3部分是8秒。填好后，图表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根柱子按照比例分割。如果视频还有更多的部分，可以在表格后面多添加几列就可以。现在我的视频只有3部分，所以我只留3列，我就把多余的2列给删掉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它的颜色去掉，我们双击这个图，调出选项，然后选择要选设置的部分，在右边填充里面选择没有填充边框，选择实心边框，白色按自己的喜好调整宽度，或者也可以选择其他的颜色。因为这里我选择了白色，所以呢，我会把背景换成另一种颜色，这样的话看得清楚一些。注意这里一定要选择纯色的背景，否则的话我们下一步抠图会抠不干净。都完成的时候，我们简单的调整一下大小，再把这个框截图复制一下。接下来就进入第2步，我们要把这个白色的框从背景里面抠出来。这里我们不用下载 Photoshop， 只要在背影上搜索 Photopea， 点击第1个选项。注意千万不要用百度，因为百度搜出来的 Photopea 是要用手机号登录的，第1次下载有点慢，所以耐心等候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界面。在左上角新建文件夹。把宽度设置为视频的宽度，比如1080p 的视频，宽度为1920，然后背景也选择透明的，点击确定。创业好后，我们先在右下角创建一个图层，然后直接把之前截图的进度复制进来。接着我们在左上角点击小勾选形变控制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改变它的形状了。注意旋转和缩放的时候，最好按住 Shift 来控制位置和大小。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之后，需要把背景清除掉，左边第4个仙女棒，接着直接点击需要清除的部分，这时会看到那部分会被虚线框起来，再按退格键，这样那部分就被清除掉了。所有部分都清除掉之后，一定要按 Ctrl+D 取消选择，这时候我们的进度条框就做好了。但是我个人喜欢再加上边框颜色，所以我们在右边右键点击新建的图层，第1个 Blending Options， 点击 Stroke。
这样就可以加上边框了。边框的宽度、位置、透明度、类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点击小色块，可以自由选择颜色。当然也可以选择渐变色，我一般都是用10色。点击 OK 之后，为了方便使用，我们最好把空余的部分裁剪掉，在左边选择仙女棒下面的裁剪工具，裁剪出你想要的部分就可以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它导出成 PNG 格式保存起来。接下来到了最后一步，在视频制作软件里，先把刚才保存的外框导入进来，并放到合适的位置上。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制作每一部分的标题。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动态的进度条了。我个人比较懒，直接随便在一个地方截图一张长角形的纯色图片，导入进来就可以当进度条了。注意进度条一定要放在外框的下层，否则会把文字给遮盖住。把它的出现长度拉到全长，然后再调整一下位置。调整好位置之后，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步，设置2个关键帧。第一个关键帧在视频的结尾，在进度条还是全长的时候设置一个关键帧，然后呢，去到视频的开头，把进度条的长度压缩到0。再设置第2个关键帧，这样进度条就会匀速前进，时间轴就做好了。最后呢，还可以简单的检查一下每部分的时间是否对应。我们也可以在视频编辑软件给它设置不同的颜色，或者加上一个一起移动的小标志。这样的方法自由度就会比较高一点，大家可以自由发挥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，或者是建议的话，都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下期讲只要会用剪映更容易操作的方法。谢谢大家观看。